泰国的交通啊，我觉得几乎可以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，也有可能是我胆子比较小啊。那么自从我在曼谷生活以来，我对泰国交通的一些想法不吹不黑，想给大家几点建议。那么只针对于曼谷这个城市啊，因为别的城市也可能只是去玩耍，没有生活在那边，没有真正的去体会那种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感悟，所以以下的观点我只针对于曼谷这个城市来做出一些自己的想法。那我把它分为了几个大的板块啊。首先我们来说，对于行人来说，曼谷的很多马路啊，它的马路两旁是没有供行人走的那种行人道的，哪怕有啊，有一些的行人道它基本上是非常的窄，基本上贴着过才能通过的那一种。再来呢，第二点，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呢，我指的是有斑马线的那种过马路哦，不是指闯红灯哦。有斑马线的过马路，那些车辆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几乎是不会减速的。那我们在国内都知道，看到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让行人通过嘛，这边是没有这种情况的，所以行人只能有耐心的站在路边，等到有好心的车辆会停下来之后，那么你再快速通过，因为他们的车速真的很快，咻咻咻，所以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蛮心累而且蛮危险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说第二个板块，首先啊，泰国是右舵，那我们国内是左舵，这一点来说，你就一定要来习惯和适应它，因为在你紧急情况下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一定是会想到你左舵的那些习惯性的操作，而不是在右舵，这个需要时间和习惯来慢慢的去调整它。再来呢，就是刚刚有说到的，它的车速非常的快，那当然了，车速一味的快不一定是缺点，比如说你在超车道的时候你是要快的，不然会影响交通嘛。但是因为他们速度的平均值真的都太快了，所以我是感到有点害怕了。哪怕我有驾照，我一次都没有开过车。那么因为车速快，而曼谷又有很多需要掉头的路口，在掉头路口的时候又是这个问题，没有车子让你。就比如说我现在这条路，我需要这边掉头过去嘛，那我在这边等待掉头的时候，那边的对面的车辆没有一辆会让你的，真的只有等到好心人第一辆车能够让下你之后，你才可以快速的去掉头。所以掉头和行人过马路是一回事，真的很心累，你要等，并且很危险。如果对方真的不让，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碰撞。再来呢，就是曼谷的交通设计，我觉得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，不太科学。他们的掉头路口很多啊，我们叫 U-turn 嘛。很多时候我要去的目的地可能只是在马路对面而已，但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左转啊、小转那些道，它只有 U-turn， 那我就要开好多地方，在前面掉头再过来。你不要小看，可能这一个到对面这个距离可能就要10公里。就很夸张，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设计，所以这一点也其实蛮不方便的。人人都皆知曼谷的交通是非常堵的嘛，因为有时候呢，你开着突然就速度慢下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前面的一辆车就突然靠边停车了。就我们不太会这样靠边停车，影响别人交通嘛，他们不管的。靠边一停，反正就多悠悠的，自己管自己做，然后所有的车都要绕过它变道再继续通行。还有就是发生碰擦啊这些交通事故的时候，2辆车可以都占着这样的车道。我们一般在国内就是明确责任，快速撤离道路，把道路让出来给人家继续通行嘛。他们也不是，他们继续在原地，所以会造成交通越来越堵。另外就是车辆在变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恐怖，因为呢泰国的摩托车很多嘛，他们的摩托车都是这样穿行的，在车辆和车辆之间穿行，所以你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看后视镜，看得非常清楚，没有摩托车这样子，那才能去变道，所以真的是很累的开车，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第3个板块就是对于摩托车骑手来说，泰国的摩托车刚刚也说到非常的多啊，摩托车大军。因为呢，摩托车对于交通比较堵的时候，的确是一个出行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。但是他们的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那种生命意识啊比较薄弱，好多路上的摩托车骑手他是没有戴头盔的，身上也没有一些基础的一些保护措施吧，包括他载客的时候，后座的人也没有头盔。
其实他们的速度那么快，一不小心倒下去的话，后脑勺着地，我觉得这个后果是惨不忍睹，不可想象的。还有就是因为刚刚也有提到，摩托车它是一直窜来窜去的嘛，真的就是贴着4轮这样子过去，也很容易与车辆发生碰撞，发生事故。所以来生活的小伙伴，我觉得，如果你选好一个地段，最好是周围生活的一些商场啊，一些生活需求都能够满足的情况下面，那你就不要去开摩托车，因为真的很危险。如果实在要开呢，就起码把摩托的头盔啊，或者一些基础的装备能够安排上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危险系数真的是很高。而且泰国也会迎来雨季嘛，那下雨了，骑摩托车的危险系数也会更加增加。那对于来旅游玩耍的小伙伴，我也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做那个摩的啊，因为很危险，他们不会给你提供头盔，你自己也不可能带头盔过来旅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招那个 taxi 比较好。这样子安全一点，来旅游就开开心心的，不要有什么隐患，对不对？另外，在过马路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小伙伴也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要先看右边，再看左边，这和国内是相反的。过马路的时候，一定切记要注意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对曼谷交通的一些小小的建议，希望对将要来旅游的小伙伴有所帮助哦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做一些关于泰国生活啊、美食一系列的小 tips。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